注意看，这个嚣张的女人，因为一个限量款包包上的划痕，竟当众砸毁了眼前的电脑。但她不知道，这台电脑里装着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芯片技术，而她砸碎的是自己和整个家族的未来。而这一切都要从男人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说起。眼前的男人名叫江毅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，享誉全球的顶尖芯片专家江博士。他历时5年，终于冲破海外技术封锁，带着100%国产化的烯核芯片技术荣归故里。这项技术将彻底打破 M 国的垄断，是华夏半导体产业的未来。杭城城主亲自接见，对他赞不绝口，称他为国之栋梁。然而，面对无尽的财富和荣耀，江毅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他要将这项价值连城的烯核技术无偿捐献给国家。就在城主准备为他举办盛大的捐赠仪式时，江毅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声称他爷爷病危，江毅心急如焚，立刻告别城主，带着储存着全部核心资料的笔记本电脑，火速赶往所谓的地址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根本不是医院，而是一个为他准备的相亲陷阱。他那素未谋面的娃娃亲未婚妻神隐集团总裁柳如影正等着他。更倒霉的是，在咖啡厅门口，江毅被一个女人从身后猛地撞上。这个名叫苏浅浅的女人正是柳如影的好闺蜜。她非但不道歉，反而恶人先告状，声称江毅刮花了她从柳如影那里借来的全球限量版爱马仕包，张口就要100万的赔偿。江毅试图讲理，可苏浅浅却愈发嚣张，仗着自己是柳如影闺蜜的身份，对她百般羞辱。争执之中，苏浅浅竟一把抢过江毅的电脑包，威胁要砸了他。江毅脸色大变，急忙警告他，这台电脑里的资料事关国家命脉，是无价之宝，谁也承担不起后果。然而，在苏浅浅看来，这不过是一个穷酸屌丝的虚张声势。他轻蔑一笑，在众人面前高高举起电脑，狠狠地砸向地面。瞬间，电脑内置的最高级别警报系统被触发，信号直达城主府。就在这时，柳如影出现了。她看到自己的未婚夫江毅，非但没有一丝好感，反而充满了鄙夷。听信闺蜜的一面之词，她认定是江毅骚扰并弄坏了她的包，当众宣布要与他退婚。言语之间，更是对江毅早已过世的父母和病中的爷爷极尽侮辱。江毅忍无可忍，一巴掌扇在了口出恶言的苏浅浅脸上。这下彻底点燃了柳如影的怒火，她竟狮子大开口，要求江毅赔偿她的包3000万，打完折也要2000万。江毅怒极反笑，他决定将计就计，当场表示会请城主把钱送过来。柳如影和苏浅浅哄堂大笑，觉得这个穷小子简直是疯了。没过多久，杭城商会会长许天一带着数辆运钞车和2亿现金浩浩荡荡地赶到。然而，这个趋炎附势的会长误以为柳如影即将与大名鼎鼎的江博士合作，城主送钱是为了讨好他，于是他完全无视江毅，反而对柳如影极尽谄媚。当江毅表明自己就是江博士时，柳如影和苏浅浅更是笑得前仰后合，一口咬定他是冒牌货。柳如影甚至打电话给城主秘书求证，而秘书在忙乱中随口说出江博士43岁，这更加坐实了江毅是骗子的身份。许天一为了在柳如影面前邀功，立刻下令将江毅这个冒牌货抓了起来。在搜身时，他们发现了被砸坏的硬盘，上面印着代表国家最高机密的红色国字标。苏浅浅和柳如影认定这是伪造的，苏浅浅更是再次上前，一脚将硬盘彻底踩碎。他们以为自己为民除害，殊不知已经犯下了弥天大错。就在许天一准备将江毅押送执法局时，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，城主带着大批人马封锁了整条街道，风驰电掣地赶到现场。当他看到国之栋梁江毅竟被捆绑，而承载着国家希望的芯片硬盘已成碎片时，瞬间勃然大怒。瞎了眼的蠢货！城主一脚踹翻许天一，亲自为江毅松绑，并当着所有人的面恭敬地喊出那句：“江博士，让您受委屈了。”此言一出，全场死寂。许天一瞬间瘫软在地，而柳如影和苏浅浅的脸色比纸还要惨白。他们终于明白，眼前这个被他们百般羞辱的穷小子，竟然就是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攀附的传说中的国之栋梁江博士。城主当场宣布开除许天一，并将其送交执法局处置。面对瑟瑟发抖的柳如影和苏浅浅，江毅眼神冰冷。他决定这笔账
要留到第2天的捐赠仪式上，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跟他们好好算一算。风波过后，江毅赶往医院探望爷爷。他并不知道，此刻依旧蒙在鼓里的柳如影和苏浅浅，正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到同一家医院。他们打听到江博士的爷爷住在这里，准备通过讨好老人家来偶遇并拿下江博士，实现一步登天的美梦。当他们满怀期待地推开病房的门，看到的却是那个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人。